车四儿，我这可是给你一次机会啊，懂吗？我懂。曾哥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那个一会儿您那个靠我那时候，能不能轻点儿，意思意思完了。嗯。曾哥，我得求您事儿。说。我这馄饨，看能不能再来一碗？换上学徒，我们两个来伺候您一段相声。对，这个相声啊，讲究说学逗唱。哟，您会唱？当然了，唱的可会的太多了啊！您像什么山东梆子、山西梆子、是河北梆子、白菜梆子、老梆子、小梆子。行，打住。您还会唱什么？车四儿一站起来，你们就动手。别逗，就是老梆子，会唱老调梆子。我对付老调。河北梆子。哎，您要对付车四儿。河北梆子。当然了。提起我呀，您可能不认得。是提起我们的老恩师啊，是大大的有名。您恩师是哪一位？金香水。金香水啊！啊！哎呦，那可是河北梆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。嘿，那是啊，金香水老先生这一辈子呀，带了我们2位徒弟。您是金香水的徒弟？对，我们都犯水字儿的。哦，我们大师兄叫小香水。是我听过小香水。是，您是？我是自来水。自来。那咱俩离得不远。您是？我是下水道。哎，您那边活动活动。起什么哄啊？我干嘛起哄啊？行不行？就这出了。汾河湾。好嘞，听您的。汾河湾。汾河湾。哎，咱们这么着啊，这里头嘛2个角儿啊，一个是嘛薛仁贵哦，一个是呢柳迎春。行，咱们2个是你上场我打家伙，我上场你打家伙，分包赶角儿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嘞，您呐先来柳迎春。好嘞，好不好？好。怎么样？您还要办一办吗？办。好，得办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人在伊，马在鞍，西湖景配洋片。他这不办上不好看，他这一办上啊，您再瞧，哎，好看了。来吧，叫板，叫什么板呢？到底怎么回事儿呢？什么叫怎么回事儿啊？我就是这一句啊，鬼打墙想不起来了。您提吧也没什么呀，是不是？提吧，这背不住。人又失手，马又乱蹄，惯骑马惯叠跤，推小车背不住撂挑的。酒在江边站，没有不湿鞋的。吃烧饼没有不掉吃的，吃饭没有不叫饭不劲儿的。各位不挑眼，你挑什么眼？这叫细则，你懂吗？跟我在门口。也没什么呀。啊，你哪儿到这儿了？什么人呢？这合着我倒错了。你说这是哪儿的话？提呀，怎么傻了？提呀，我说啊，这得有韵。什么？有韵。我得有韵啊！我有韵，我不成怪物。哎，这老头子，别胡说，挤着我生孩子吧？哎，这上细韵。细韵。丁山儿该来了。好嘞，挺好吧？哎，丁山儿你他妈敢出卖我！给我闭嘴！有你说的。给少斌，怎么回事？少斌，快来人呐！哎，快来人呐！救救我徒弟呀！救救我徒弟呀！师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了！先回去。老朴，说实话，偷的那些孩子呢？卖了。卖给谁了？时间地点？不是经过我的手，听说卖给海淀那边什么人了。你们老大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
根据老朴交代的情况看，最近连续发生的几起医院婴儿失踪案的作案手法，和咱们去年破获的121打拐案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哎，这个121打拐案，当时的嫌疑犯不都已经落网了吗？一网捕了10多个呀，首犯申宝胜判了死缓。马上提审那个申宝胜。好。平时表现的不错，特别是这个知道他老婆怀孕以后呢，表现特别突出。我们呢正准备这个给他减刑。是这儿吧？对，行。报告政府，我进来都快半年了，外面的事情我真的不清楚。和你有没有关系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可到那时候你再想起来，就晚了。报告政府，我说的全是实话。申宝胜家属，我是。叫什么名？于平。进来吧。谁报的案？孙少明的老婆李楠哭着喊着非得要尸检，黄涛和白灵已经去医院了。这现场录像是从区文化馆拿出来的。干了这么多年刑警，哎，案发现场有录像的还真不多见。这可倒好，正让我赶上。好了。好嘞，听好吧。丁山儿哦，给小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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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徒弟呀！死者孙少民死于3氧化二砷中毒，胃和杯子里都有，毒量大约在5、6克左右。什么毒药？3氧化二砷啊。能不能通俗点？就是砒霜。孩子，白灵，杯子上有3个人的指纹，谁的？目前还不太清楚，技术科正在做比对，但是可以肯定其中一个是孙少民的。废话。哎，这就能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问题？这杯水是孙少民自个儿端着喝的。有道理。哎，孙少民呐，是个苦孩子，打小就没有父母，是他师傅孙宝民呐把他养大的。孙宝民就是那天台上那个老头儿。哎，老先生孙宝民，艺名叫小螃蟹。小螃蟹。啊，传统相声里啊，有8段腿子活，就是呢以学唱戏曲为主的相声。俗称叫8条腿儿，这是孙宝民的绝活，观众呢就给他起了这么个艺名。那这小螃蟹他有几个徒弟呢？
就少明一个。那天跑台那小孩是谁呀？啊，小扣子，嗨，那是个街上的小盲流，混进剧场啊，看了几次演出以后，五迷三道的，非要跟小螃蟹孙宝民先生学相声。哎，刘馆长，你说这孙少民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呢？这个少民他绝不会自杀。案发时间你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你们怀疑我啊？哎，要是我干的，我还去找你们报案干嘛呀？有你们这么破案的吗？哎，你先坐下，先坐下，坐下。李楠，你别激动，要想抓住凶手，你就得配合我们工作，是不是？昨儿晚上我一直在电脑班上课，教室里的人都能证明。这孙少民最近跟什么人闹过矛盾没有啊？有罗胖子，罗胖子，全名罗刚，他骗走孙少民5万块钱。是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您让我坦白什么？那5万块钱怎么回事？什么钱？我不知道。你给我想清楚了，要不然我给你换个地方好好想想。老实点，现在不交代，待会儿就没机会了。带走。等一等，我交代。大玲，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凶悍了啊！怎么了？我刚才拍桌子一瞪眼，那一叫，没吓着罗刚，给我的吓一跳。少拍马屁啊！我现在手还疼着呢。孙先生，您来的正好。您跟文化局申请保存影像资料的事儿总算成了。你看，资金场地都批下来了，电视台啊马上就要来录像。您得赶紧准备准备。哎，这事儿您可都等了有1年多了。是，等了不少时间了。哎，现如今总算批下来了。哎，少民的事儿啊，您别太难过了。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身体要紧。这位是小螃蟹孙宝民孙先生吧？哎，您好啊。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孙少民的情况。哦，待会儿我要去上课，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啊。您去哪儿上课？是少年宫。那我们送您吧，咱边走边聊。也好。刘馆长，就差您的指纹了啊！哎，孙先生啊，您这手哦，没什么，上年纪了。哎，我说孙先生，哎，孙先生，哎，录像的事儿您还得抓点紧啊，要不然咱们就外请演员。不行，少民这一死啊，还没人能跟我站稳一场活。那李馆长，您呐甭为难啊，您甭管了，这事儿啊，我自己想辙。孙少民是您从小一手带大的吧？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啊！喂，好，我们回去趟。
执行啊？怎么回事？回监狱。刚才监狱给队里打电话，说申宝胜又有新情况要说，老郑让咱们再回去趟。是不是又想起什么来了？刚才我老婆告诉我，有人要杀他。知道是什么人吗？我当老大的时候，跟帮里的老八结过梁子，肯定是他干的。过去这些事儿你怎么没说呀？我是怕让人知道我出卖弟兄，招来报复。老八他们当时怎么跑的？当时老八他们在广东，肯定听到了风声。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救救我老婆，她还怀着孩子呢。我求求你们了。凶手能在舞台上投毒，就证明凶手那天就在演出的现场。案发现场，罗刚已经外逃，不具备作案时间。指纹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分别是孙少明、刘馆长和小螃蟹3个人。孙少明没有自杀的动机，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小螃蟹和刘馆长身上。我认为小螃蟹孙宝民是最大的嫌疑人。为什么呀？痕迹检验使孙少民师徒和刘馆长这3个人进入我们的怀疑视线吧。根据调查，刘馆长是那晚演出的舞台监督。那晚演出的时候，刘馆长身边一直就有人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可能下毒。而孙少民也没有可能自杀，所以我认为那人不可能啊。根据是什么？根据我已经说了。侦查员要牢牢记住一句话：任何可能性都不能轻易排除。救救我徒弟呀！曹操言道：“来，撤去孤家的青龙伞盖，倒要观一观那猛壮人的武艺如何。”只见来将抱头宽眼，面似刃铁，黑中透着亮中透黑，压耳毫毛，抓笔相仿，硬似钢针，恰似铁线，扎扎扎一副铁钢人，头戴冰铁盔，朱缨飘洒，二龙斗宝，上香八宝云罗伞盖，花冠云长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包袍，腰系黄缎裙，下穿红宽裤，足蹬一双虎头战靴，胯下乌坠马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骂：“待曹操老贼听真！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，如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，啊呸！尔等匹夫之辈！”大喝一声，曹兵后退；大喝2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喝3声，把党阳桥喝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党阳桥头就照云，喝退曹操管兵，姓张名非此以德，万古流芳猛壮人。”好，谢谢，不错啊，谢谢叔叔。您找我有事吗？来，我想找你聊点情况。啊，来，让开，让了，都散了。您说什么事儿啊？小螃蟹你认识吗？我知道您会找我，那点钱就算是信息费吧。哎，叔叔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谈啊？行啊，去哪儿吃你点？肯德基怎么样？走。好。还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来点随便。听说你特别想学说相声。那天演出的时候，你一直都在哪儿？那我吃完这说行不行？你说能再来杯可乐吗？小姐，我来杯可乐。江汉，
哎，你要的资料查出来了。谢谢。中饭还没吃呢，请客。晚上我请吧。算了，随便说说。晚上我还有个约会呢。申宝胜的老婆于萍没有固定职业，跟121案犯罪集团也没什么联系。住哪儿啊？新福花园4栋高级社区。于萍。姐姐，让他跑喽！撞哪儿了？啊，撞哪儿了？送上医院去。啊！老郑，请通知各交通支队设卡拦截一辆3号轿车，车牌号京 HG 4576，京 HG 4576，完毕。最近孙少民和他师傅小螃蟹的关系怎么样啊？你对任何事情的隐瞒，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他师傅跟少民的矛盾是从去年开始的。少民一直觉着跟着师傅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，打算改行。可是第一次提出来，就让他师傅给臭骂了一顿，还差点挨打。上个月有一家挺不错的广告公司想聘用他，少民也就下定决心，坚决要走。小螃蟹什么反应啊？他师傅气得大发雷霆，骂少民欺师灭祖、忘恩负义，说他认错人了，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他。那5万块钱是怎么回事？那钱是小螃蟹教少民开茶楼的，可是5万块钱连1年的房租都不够用。少民又不忍心跟师傅明说，他有心帮师傅完成这心愿，也算临走对师傅有个交代。拿这5万块钱做生意，没成想生意没做成，钱倒让人骗走了。孙少民急得都快发疯了。那小螃蟹知道这钱没了吗？不知道，小螃蟹让少民把这钱还给他，自个儿去办开茶楼的事儿。师徒俩从此恩断义绝。可少民他拿不出这钱来啊，小螃蟹就认定这钱让少民干别的用了，用着给自己找工作谋出路上了。你这丈夫怎么当的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摔成这样，孩子不想要了？我是路过的。喂，逮着了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你不能走，没准就是你撞的呢。不是我撞的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是警察。警察怎么了？把这儿留下。哎，是谁指使你要杀于萍的？给你提个醒儿，申宝胜认识吗？别以为不开口就没事了，开车撞人这叫蓄意谋杀，懂吗？是老爸让我干的。老爸是谁？申宝胜没赊以前，他是我们帮里的2当家的。那你们干嘛要杀于萍啊？老爸想干掉于萍，自己当老大。于萍是你们老大？申宝胜进去以后，只有他了解东南亚地区的客户，所有的货都经他出手。什么货呀？人体器官。人呢？人早走了。
有人比咱们早到了一步。琪琪，我觉得于平啊，肯定还在北京。你说这于平挺个大肚子会跑到哪儿去呢？师徒之间情同父子的关系，让人觉得小螃蟹不可能是杀人的凶手。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分析和判断。根据李楠反映的情况，师徒之间的矛盾有2点：第一，徒弟孙少明要造师傅的反，另立门户，要和师傅散伙。不过这一点在相声界里不足为奇，关键在于第2点，小螃蟹认定那5万块钱是被孙少明挪为他用。师徒之间关系进一步的恶化，所以小螃蟹孙宝明的杀人动机完全成立。要尽快找到证据。大张，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儿？砒霜。哎，哎，嘿，这是要造师傅的反呢？咱们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？老郑，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哦。什么？走私人体器官？对，这是一起和境外勾结、走私人体器官、盗卖婴儿的犯罪团伙。申宝胜的老婆于平现在是这个团伙的老大。于平已经跑了，但根据嫌疑人的口供，于平有收手不干的意思，所以老八想干掉他，自个儿当老大。一定要抢在老八之前找到这个于平。好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？要搁潘金莲、西门庆那会儿，可能这砒霜还好查点。黄涛，砒霜的情况查得怎么样了？我都查遍了，都已经。砒霜啊，在临床上已经早就不怎么使用了，公开卖的可能性就更不大了。要在小螃蟹身边的人身上多下点功夫。啊？因为砒霜啊，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于治病的。马有辰，您跟马有辰一块说个相声，那可是现在相声界的大腕儿啊。那是我过去的搭档。那为什么没一直合作下去？哎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也罢。我挺喜欢听相声的。现在啊，听相声的是越来越少了。那不叫听相声，那叫看相声。哎，再过几年了，但是呢，听相声的就没了。您在整理材料啊？是，文化局这不紧催吗？过2天呢，这电视台就来录像，这好事儿啊。是，要搁着前几天呢，那可能是好事。马有辰呐，是孙先生的老搭档了。2个人早年间是相声界里头公认的黄金搭档。后来呢，马有辰去了云南建设兵团，2个人拆了伙，
现在的马有成呢，成了相声大家了。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联学啊？马有成认为呢，不能光演那些个传统学唱的相声，上演出没人看呐。两个人呢就起了争执。孙先生啊，性格又固执，不肯让步，最后啊，不欢而散。如果孙少民想改行，他师傅小螃蟹会同意吗？那绝对不会。他们师徒之间有矛盾吗？少民这孩子啊，特孝顺，从来不跟师傅顶嘴。哎，对了，前2天啊，好像有过一回。为了什么？啊，有个酒店呢开张，请我们去助兴演出。少梅呢，也没跟这个小螃蟹商量，穿着个西服就去了。哎，让小螃蟹啊当场骂了一顿。你说当着那么多人，少梅脸上挂不住啊，顶了师傅几句。后来呢？后来少梅不敢上场了，那跑回家里头现换的大褂。那场谁使的活？小扣子，他不是救场如救火吗？哎，你小子还想溜啊你？甭说是你这小毛虫了，就是坏人，我抓他们都易如反掌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我就是莽撞人。在街头说相声能挣着钱吗？我可不是为了挣钱，能有人乐就行。你想拜师吗？做梦都想，就是师傅不收我。为什么呀？这是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宁帮10吊钱，不把一来传。要是徒弟都学会了，那师傅不就没饭吃了吗？那你相声跟谁学的呀？偷来的呗。偷来的？啊，您没听说过？以前有一个人呀，想拜师学武功，师傅呢就是不收他。哎，他呀就混进师傅家当佣人，哎，一边干活呢，一边偷学武功。最后啊，他把师傅的所有弟子啊都给打败了。师傅呢就把他收下，让他当掌门人。哎，我说这都是真事儿。师傅师哥排练的时候啊，我就在一边偷学偷看，回去呢我就自己练去。要不师傅怎么能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录像呢？小螃蟹，就是你师傅孙宝民呢，脾气大不？大。你怎么知道？有的时候师傅经常骂师哥，可厉害了。那你师哥敢跟他顶嘴吗？怎么可能？师傅骂师哥呀，那是为他好，师徒如父子。师傅啊，就是亲爹。不过他在录像的时候脾气特好，从来也不骂我。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是他徒弟吧。刚刚收到国际刑警组织发来的协查通报，在国内确实有一条通往韩国和日本的走私人体器官的秘密通道，干了2年多了。这和申宝胜入狱前后的时间基本吻合。申宝胜，于平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你要是再不说，老八那伙人会先找到他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把他们全宰了！申宝胜，你只有老实交代才能救你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的老婆和孩子！求求你们救救我的老婆和孩子！也真难为于平了，挺个大肚子躲在这种地方。这人被逼急了，什么罪都能受了。
没有罪。我知道错了又怎么样？现在已经太晚了。你还有一发子弹，你还有一次机会，开枪吧！我是江海，请求支援，派一辆救护车来，快，就快！于平，于平，救救我！把孩子生下来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于平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放手！我们的孩子！你丈夫也希望你把孩子生下来，知道吗？坚持住。我不干了，为了孩子，我真的不干了。再坚持一下。再坚持一下，救护车马上就要来了。再坚持一下，于平，于平，再坚持一下啊！于平，于平，于平，你不能死！我告诉你不能死啊！救护车马上就要来了，于平。怎么样？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人已经死了。死了。孩子呢？那孩子呢？母亲死了，保留孩子，在理论上是可行的。好，当时我们是手术上还没有把握，请你呢，请你做好。你别跟我说了，我听不懂。救救孩子好吗？我们尽力。无论如何保住孩子。我们尽力而为。江汉，江汉，你怎么样了？江汉，怎么样？孩子已经保住了。哎，江